我穿越成了侯爷的第4房小妾。成婚之夜，侯爷问我，你认为人人平等吗？不认为，人和人生来就不平等。我面无表情地回答。侯爷又问，你知道什么是宅斗小说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摇摇头。我没撒谎，宅斗那么高智商的东西，我看不懂。你可会写诗作文？王爷问了最后一个问题。侯爷，让您失望了，我没上过多少学，不会这些。我初中毕业就进入社会了，上学时背的古诗文早已还给老师。好，好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还是安分些好。侯爷放心地临幸了我。我想不明白，侯爷为什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第2天，我给戴夫人王氏敬茶。她捻着佛珠，慈眉善目，却面色枯黄，体态浮肿。我没带任何下人，她就把身边的怀翠派给了我。怀翠已经24、25岁，12年前就来到侯府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她的眼睛有点熟悉。按照王氏吩咐，她教了我许多规矩。一天要请安3次，分别是起床后、午饭后、晚饭后。我排行最末，除了侯爷和王氏，还要给2夫人和3夫人请安。辰时以前要起床，戌时后宵禁。侯府规矩繁多，你要慢慢适应。怀翠怕我适应不了，但是她的担心多余了。这样的日子和我穿越前很像。我是个流水线社畜，睁眼就上班，下班就睡觉，2点一线，日日像个木偶，机械地重复几个动作。至少在侯府，我不用干活。怀翠对我说，在我前面，侯府还来过3个不太正常的姨娘。第一个是孙姨娘，她好像脑子有点毛病，天天嚷嚷着人人平等之类的胡话，不肯给侯爷和王氏请安，还公然鼓动下人们造反。侯爷下令把她打死了。第2个是李姨娘，刚来的时候对侯爷察言观色，曲意逢迎，倒是得宠了一段时间。但是没多久，李姨娘就飘了，竟对着王氏挑衅。我读了上百本宅斗小说，凭什么输给你一个深闺妇人？王氏听不懂她在说什么，直接找牙婆将她发卖了。第3个顾姨娘安静可人，还多才多艺，会古筝，会画画，诗文更是精彩绝艳。侯爷以为得到了珍宝，常带她出席宴会。可惜一次当众作诗，不慎说错了话，侯爷怕牵连自己，当场一剑把她斩了。我一听就明白，这3个都是穿越者，他们都以为凭借自己现代人的优势能大展宏图，却个个下场凄惨。难怪侯爷会问我那3个问题。4夫人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怀翠的语气劝诫中带着警告。我被安排在春梨院和2夫人云清月住一起。云清月是贵妾，她15岁时就有了京都第1美人的称号，去云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。她爹却把她许给了大15岁的侯爷做妾。借着侯府的关系，10年内他爹从7品知县做到5品朝奉大夫。第一次见我，云清月问我有什么打算，我说我没有打算，只想活下去。前世父母逼我和男友阿轩分手，嫁给4婚中年油腻男，因为后者能拿出38万彩礼。我从楼上跳下，醒来后成了破落户家的闺女，被卖给老侯爷。这就是我的命，无论哪个年代，哪个时空都改不了。我认了。经历了一次死亡，我深知那种痛苦，我不想再死一次。云清月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还好，是个明白的。虽然在一个院子里，但是云清月很少与我说话。戴夫人王氏一心念佛，管家的重任就落在她肩上。云清月有个女儿，年方9岁，她活泼天真，是帘幕重重的庭院里唯一的一抹亮色。看到我搬进春梨院，她很兴奋地跑了过来。田姨娘，我带你玩吧。她丝毫不认生，这孩子就是人来疯。云清月尴尬一笑。云清月对她悉心培养，教她各种技艺。她小年纪就会琴棋书画，会香道茶道，还会在小厨房做出各色点心。偶尔出门社交，也在众多贵女中鹤立鸡群。然而，这么优秀的女孩却有个很俗的名字，改男。刚进侯府，侯爷尚且对我有几分新鲜感，隔3差5来我房里。侯爷身形高挑，眉眼如刻，
加之练过骑射，浑身肌肉线条分明。听人说，侯爷年轻时，全城的姑娘都为之倾倒，即使年逾不惑，在外也处处桃花。可我不敢有非分之想，事情也是例行公事。我没手段永远绑住侯爷，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能产生感情。在深宅大院，没有爱才活得久。和侯爷过完夜，第二天王氏必然叫我过去学规矩。起初他叫我抄佛经为侯府祈福，我说我不会写毛笔字，他就让我跪在佛堂，一遍一遍诵经。他让我跪1个时辰，我就跪2个时辰；他让我诵3遍，我就诵6遍。侯府来过好几个不安分的姨娘，你倒是个听话的。王氏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能为侯府祈福是贱妾的福气。我绞尽脑汁憋出一句还算好听的话，其实我在为阿轩祈福。小时候家里每个人都使唤我，什么好东西都是弟弟的。童年时村里的孩子王总是带头欺负我，用最恶毒的话辱骂我。上学后同学们一起嘲笑我，排挤我，逼我跪下。进了厂，整个班组的脏活累活都推给我，涨工资却没我的份儿。只有阿轩愿意善待我，保护我。可惜命运弄人，希望他快点忘了我，早遇良缘。侯爷多次和我说，若我生下健康的儿子，定保我一生荣华。可3、4个月过去，我的肚子还没动静，侯爷便对我冷了许多。不过也好，毕竟这个年代，妇人生产9死1生，而且以我的能力，护不了子女周全。我只想苟活下去。三夫人柳丝丝却传出有喜的消息，郎中说是个男胎。侯爷大悦，一天恨不得去3趟。王氏终日住在佛堂，祈祷侯府贵子顺利诞生。我还没见过戴夫人的儿女，可能她无儿无女，只能指望庶子。整个侯府都喜气洋洋，衬托的春梨院更加冷清。暮春时节，梨花凋落，江改南蹲在梨树下，拿着树枝在泥土上画来画去。我凑过去，看到他在地上写了好几组字：飞鸾指横灿锦。这是什么？你问道。四姨娘，你别告诉别人。江改南起身，神色有些慌张。怎么啦？我轻声问道。昨晚娘亲不高兴了，她说我名叫改南，却只为别人招来儿子。其实我一直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想给自己取个好听的。江改南委屈地低下了头。我一把搂住他，久久无语。他在地上悄悄写下的名字，个个文采斐然，寓意深远。也许这些名字寄托着他的憧憬与愿望，可是他只能成为带来弟弟的工具，与所有美好的字眼无关。其实我的名字和他差不多，我叫田来地。从小无数人嘲笑我的名字土，在江改南的年龄，我也曾求着母亲给我改名，却换来1巴掌。死丫头，连个弟弟都带不来，想害田家绝后吗？那时母亲躺在床上，身下的垫子一片嫣红。我刚刚失去第3个素未谋面的妹妹。有些东西千年没变。你最喜欢哪个名字？我问他。我最喜欢指横，须子以香草喻君子。田姨娘，你呢？我更喜欢灿锦。改南，别在外面玩了，进来，我教你看账本。屋里传来云清月的声音。江改南迅速用脚把地上的字抹平，乖巧地回了房间。梨花掩埋了若有若无的字迹，如一地霜雪。第二天午后，怀翠端来了1碗鸡汤。他说汤是云清月亲手熬的，叫我送到柳丝丝那里。云清月平时经常给柳丝丝送东西，因此我没有多想。然而下午时分，侯府内宅就乱作一团。我还没明白情况，就被几个家丁五花大绑，押到了侯爷面前。咚！不等我跪稳，侯爷就一脚踢在我胸口。我倒在地上，打了几个滚，感到五脏六腑都在震颤，喉咙一股腥甜。侯爷满面怒容，看我的眼神似乎要喷火。造孽，造孽啊！王氏站在侯爷身边，神色悲戚。我一脸茫然。老爷，在田姨娘房里搜到了这个。管事嬷嬷捧着一个纸包，跑到了侯爷面前。请郎中看过了，这是滑胎的药粉。果然是你这贱人，害死了我的儿子，几条命赔得起。侯爷愤愤地把纸包扔在我脸上。
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要不是我的。我头脑一片空白，只会本能地摇头否认。一旁的云清月赶忙跪在侯爷面前，磕头请罪。老爷，田姨娘是妾身院子里的，都怪妾身管教不严，请老爷责罚。我这才想起，中午他让我送了鸡汤。是二夫人，那碗鸡汤是他叫我送的。我指着他大声辩解：妹妹，我何时让你送过鸡汤？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胡乱攀咬是没用的。云清月稍微皱了皱眉，语气却不急不躁。侯爷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您不信可以问怀翠。我看向和我一样被五花大绑的怀翠，投去哀求的目光。其实此时我也不抱多大希望了，这件事八成是个圈套。我总是如此迟钝，落到网里了，才发现自己是猎物。就如同幼年时，村里的孩子王破天荒地塞给我一个红薯，结果我背了偷红薯的锅。就如同长大后，为了帮闺蜜完成业绩，莫名背上2万网贷。老爷，奴婢不敢说。怀翠浑身发抖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从实招来，饶你不死。侯爷厉声道。其实滑胎药是奴婢下的。怀翠咬了咬牙，斩钉截铁地吐出一句：什么？我心里一惊。怀翠为什么谋害柳思思？还是他想替谁顶罪？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事态走向更加出乎意料。是戴夫人指使奴婢的，让奴婢给3夫人下药，嫁祸4夫人。一派胡言。王氏顿时神色大变。老爷，奴婢说的是真的。3日前戴夫人还吩咐奴婢去德善堂买药。怀翠一边说着，一边不停地磕头。侯爷派人叫来了德善堂的掌柜，当面对质。果然，时间、地点全都对得上。侯爷甩了王氏一个巴掌。你这毒妇，枉我20年来对你如此信任，嫉妒妾室，谋害骨肉，乃七出之罪。侯爷冷冷地看着王氏。王氏跪在地上，哀嚎着喊冤。侯爷就算不相信我，也为朴儿想想。侯爷又甩过去一耳光。你这晦气的毒妇，还有脸提谱？都是你不积阴德，让朴儿遭了报应。家丁把王氏和怀翠拖了下去。侯爷的目光又扫过我和云清月。你俩起来，回去吧。虽然他冤枉了我，还踢了我一脚，可语气没有丝毫歉意。当然，我也没奢求他道歉。侯爷当日就写了休书，限令王氏3日内离开。王氏哭了一夜，凄厉的哭声在侯府上空回旋。第2日早上，下人发现王氏自缢了。自缢的那条白绫上用血写着侯爷，只求你照顾好朴儿。侯爷还是按照正妻的规格操办了葬礼。偌大的侯府挂满了白绸和白灯灯笼，如到处飘落的梨花。在王氏的葬礼上，我终于见到了朴儿。王氏并非无子，只是他的儿子江浦天生痴傻，一直被关在府里最偏僻的启真阁。江浦16、17岁，身材壮实，却面容呆滞，走路姿势很怪异。他披着一身孝衣，2个老仆一左一右，手把手教他怎么行礼。痴呆而不会掩盖情绪，快要成年的江浦像孩童一样又哭又闹。我要娘亲，我要娘亲。王氏走了，也算少了一个压在我头上人。可我开心不起来。就如我8岁那年，带头欺负我的孩子王意外死了。我以为解放了，可是永远不缺欺负我的人。王氏下葬第2天，侯爷就把江浦送到了庄子上。他说儿子没了娘亲，只能托乡亲们照顾。启真阁空了出来，侯爷又下令让江改南搬过去，理由是江改南年岁大了，要收收性子，准备几年后嫁人。云清月十分不舍，却不敢反驳半句。我和云清月把江改南送了过去。启真阁位于侯府西北角的一个小院子里，甚为冷清。院子的围墙大概7、8米，比启真阁还高。我扶着江改南上了2楼，楼上只有一个小卧室，昏暗逼仄。春梨院就已经够无聊，但是和这里比起，简直是天堂。江改南要在这里度过最美好的少女时光，直到出嫁。安置完江改南，云清月面无表情地回到春梨院，关紧了门，才放声大哭。我也难过了一阵，可又能怎样呢？我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又怎能拯救别人？
云清月只能1个月去探望一次。他天天掰着手指头算，终于盼到了探监的日子。半个时辰后，他就苦着脸回来了。就2个小丫头，不会照顾人，弦儿都瘦了一圈。侯爷还给他请了个女先生，天天叫他抄女诫，做针线。他才9岁啊，谁家这样教导女儿？云清月边垂泪边向我抱怨，也许太寂寞，以往清冷的云清月，现在格外喜欢拉着我碎碎念。他给我讲了侯府很多事。原来王氏怀过很多胎，但是孩子要么流产，要么夭折，唯一养大的江浦还是痴呆。1年前，王氏又一次小产生下畸形儿。郎中说王氏年事已高，又伤了根本，不能再育。王氏认为自己前世造了孽，才遭此报应。于是王氏开始吃斋念佛。王府本来20年都没有健康的男孩出生，她生了江改男后，再不曾有孕。其他的姬妾丫头也都无子。但是王氏信佛1年后，柳思思就怀上了儿子。云清月认为一定是佛被王氏打动，才赐给他一个数字。可是王氏不知珍惜，心狠手辣。他还讲了很多往事，我只是假装听着，地敷衍他。上次险些被冤枉后，我谨慎了许多，谁也不敢相信。我甚至怀疑过滑胎药就是他下的，然后买通怀翠栽赃王氏。这侯府就像一场真人狼人杀。王氏去世749天后，府里撤下了白绸，转眼又挂上红绸。侯爷要续弦了，心腹是郑国公的女儿卢梦舟。郑国公在边塞征战多年，战功赫赫，今年刚回京。卢梦舟嫁进侯府的那天，10里红妆，站了几条街。她比云清月还大2、3岁。论姿色，她不如云清月或柳思思的1/10。可一向喜爱美女的侯爷对她百依百顺，极尽宠爱。我、云清月还有柳思思成了3个被遗忘的人。柳思思滑胎后一直出血不止，加上心情抑郁，身子越发虚弱。她房里的下人大半调到了卢梦舟那里，只剩几个年老和年幼的，照顾实在不周。我和云清月想要照顾她，她却对我俩极其防备，拒绝了我们的一切关心。天气热了，柳思思感染加重，高烧不退，陷入昏迷。郎中来看了一眼，摇摇头，直接告诉家里人准备后事。侯爷正沉浸在卢梦舟有孕的喜悦中，把丧事全丢给了云清月。云清月忙得脚不沾地，我帮不上忙，就守在柳思思的床前。她平日很要强，即使生病后也梳妆的一丝不苟，而此时却披头散发地躺在床上，伤口发出腐臭。我给她仔细地擦洗了一遍，又在房间点上香。毕竟姐妹一场，让她走得体面些，也为自己积德。昏迷3天后，柳思思醒了。我知道这是回光返照。三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那碗鸡汤被下了药。我尝试做最后的解释。不重要了。柳思思用尽力气摇摇头，眼中没了对我的敌意。这是我的命，我早晚躲不过。那一晚，柳思思给我讲了她的故事。她祖籍江南，家境贫困。13岁那年，村里遭了灾，父母把她卖给牙婆，换了10斤粮食。她天生貌美，奇货可居，被精心调教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她在几10个女孩里被一个富商挑中，重金买下，送给侯爷。进侯府那天，她意气风发，以为自己逆天改命。我才明白，从始至终，我不过就执一袋米。柳思思长叹一声，眼神渐渐没了光彩。侯爷怕丧事冲撞了卢梦舟的胎儿，连盏白灯笼都不让挂，下令赶快发丧。一口薄棺在后宅停了3天，被几个小厮从后门抬走。为了照顾卢梦舟和他将来的孩儿，侯爷吩咐云清月招几个奶妈和厨娘，顺便给我房里添个丫鬟。谢天谢地，侯爷终于想起了我房里没人。上次那件事过后，我始终不知道怀翠的下场。云清月不能擅自做主招下人，只能把她身边的丫鬟派给我。我婉拒了，毕竟自己收拾屋子铺床叠被对我来说很容易。前一世连劈柴生火都是我做的。新来的丫鬟叫蓬儿，名如其人，发若蓬草，面色枯黄，脸上还有伤疤。她死了丈夫儿子，被族人驱赶，一路乞讨，卖身为奴。
蓬儿平时极少说话，任劳任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秋风已至，落木萧萧。一天早上，蓬儿不见了。半晌后，我再次被家丁绑到侯爷面前，蓬儿也在，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捆在一旁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不知又出了什么幺蛾子。田氏，怎么又是你房里的人出事？侯爷上来给了我一脚，这次比上次还重，我嘴角顿时渗出鲜血。原来蓬儿早上偷偷溜到厨房，想往米里下毒，被逮了个正着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要下毒？从实招来。侯爷厉声审问蓬儿。哈哈哈！蓬儿竟突然大笑起来，那笑声疯狂中带着阴狠，十分瘆人。侯爷，您不认识妾身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不是仇家派来的？侯爷怒不可遏。什么仇家？我是你以前最宠爱的侍妾李双玲啊。是你。侯爷一怔。云清月慌忙叩头请罪。侯爷，他容貌尽毁，妾身真的没认出他，只因他身价很低，就买入府中。侯爷瞟了云清月一眼，没理会他，继续审问李双玲。你不是被发卖了吗？怎么回的侯府？没错，3年前我被王氏卖给牙婆，那贱人为了让我翻不了身，特意嘱咐牙婆把我买得越远越好，越低贱越好。最终我被一个四处游走的货郎买下，我想逃，被他抓回去，划伤了脸。我只好假装老老实实过日子，还生了个儿子。儿子出生后，他对我放松了警惕，于是我长期给他下毒，1年后他就死了。我卖了1岁多的儿子，凑了路费，扮成乞丐，从襄樊一路回到京都，躲在侯府附近。今年夏天侯府招下人，我改名换姓，终于潜入府中。3年啊，我卧薪尝胆3年，可惜没毒死你这负心汉。那贱人发卖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拦着？你明明说最喜欢我的。李双玲歇斯底里的咆哮，被家丁堵上了嘴。我在一旁听得瑟瑟发抖，冷汗直流。想不到我身边竟有个如此狠毒且偏执的人。为了侯府的名声，侯爷没有报官，只下令将他打死。板子落下，血液流了一地，将石砖的纹路勾画得鲜红。他双眼红红地瞪着侯爷，直到咽气。侯爷本来想夺了云清月的管家权，可新主母卢梦舟自幼娇养，不懂家事，云清月的管家权反而保住了。至于我，在侯爷那里彻底失宠了。侯爷说我进府不到1年，就出了这么多事，一定是个灾星。碍于侯府的面子，侯爷没有赶我走，只把我关到了佛堂，无事不得出门。空荡荡的佛堂里，我点了一炷香，立在佛前。我问佛，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，却总是背上所有恶名？小时候，母亲怀不上弟弟，就说我是丧门星。有了弟弟，母亲又说，要是没有我，他早就有儿子了，何至于受这么多罪？初中时，校花说我丑，看到我就躲得远远的，怕被传染。在校花的带头下，全校都孤立我。一次我不慎碰了他，他就带了几个小太妹，逼我跪下道歉。人间的善恶是非，佛真的看不见吗？佛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坐在莲座上，双眼微闭。我一心吃斋念佛，日子倒也清静。每天的生活如复制粘贴，让人误以为时间静止。直到窗外飘起白雪，我才意识到1年即将过去。去年年末，我刚进侯府的那天，也是漫天大雪。这一世的父母用我换了几10两银子，几件冬衣，几盆炭。云清月趁侯爷不在，悄悄来看过我。3个月没见，他就憔悴了好多。他说日子闷得很，侯爷再也没去过春梨院，女儿也见不到。侯府处处张灯结彩，迎接着新的1年。这热闹只属于侯爷，不属于我，不属于云清月，不属于困在绣楼上的江改南。年后，卢梦舟生下一个男孩。满月那天，侯爷邀请了众多宾客，侯府里沸反盈天。侯爷对这个男孩寄予厚望，取名江栋。我想起了王氏的儿子江普，一个朴实无华，一个栋梁之才。江栋长到3岁，聪明健康，侯爷愈发喜爱。这3年里，侯爷在郑国公的提拔下，事业蒸蒸日上。卢梦舟还生了个女儿，侯爷爱如珍宝，取名江明珠。听说
自从卢梦舟进门，侯爷再没有纳过妾，也没宠幸过其他姬妾丫鬟。一家4口琴瑟和鸣，父慈子孝，其乐融融。云清月平均1-2个月来佛堂一次，他知道我会被苛待，偷偷给我些吃的穿的。我明显看到他昔日娇俏的容颜一点点被沧桑替代，但是我从心里并不把他当成朋友。他无非是太孤寂，想寻个能说几句话的人。深宅大院里，我不能相信任何感情。又是暮春，窗外透出隐隐的绿色，时不时传来鸟啼。只有这个时节，清冷的佛堂才会有一丝生机。在启真阁困了4年的江改南定亲了。4年没见，他稍微长高了些，但是一直微微弯着腰。启真阁那么逼仄，怎能让他挺胸抬头？他13岁的身体套着有些宽大的喜服，满头红花，却映衬不出喜庆的神色。看到我时，他木然地喊了声田姨娘，略施一礼。云清月强忍着眼泪，拉着女儿做最后的嘱托：儿呀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你过去是要做当家主母的，可是你年纪小，又不在娘身边，好多事怕是不懂。这些年，娘把要教你的东西都记了下来，你以后要好好看。说着，云清月叫丫鬟端过来一个木匣子，里面是几卷厚厚的书。这些书一笔一画都是他亲手写下，详细讲述了如何处理内宅事务、人情往来。他还把记下的内容分门别类，现装成册。江改南接过木匣子，泣不成声。吉时已到，不容母女俩依依惜别。江改南盖上了盖头，被送上花轿。听说他的夫婿是镇国公堂侄的庶子，这门亲事还是侯爷求来的，为的是两家亲上加亲。江改南出嫁后，云清月就病了，侯爷把我调回春梨院去照顾她。短短几日，她已两鬓斑白，如同满地梨花。他拉着我的手说道：可惜你这么个人，进侯府没过几天好日子。挺好的，我能活下来就知足了。我平静地说道：我已经没指望了，可你还年轻，想想出路吧。云清月轻叹口气：出路？我还有什么出路呢？在1000年后的世界，我尚且没出路，何况古代的深宅大院？活1日算1日吧。仲夏时节，满府苍翠，生机蓬勃。云清月却在迅速枯败。一个闷热的夜里，他把我叫到床边，小声在我耳边说了句话：当年给柳丝丝的那碗鸡汤，未必是王氏干的。怎么啦？我心里一怔，莫非还真有隐情？你想想，那件事后，柳丝丝的儿子没了，王氏死了，大少爷被送走，改南被关进了绣楼，不让见人。然后新夫人就来了。云清月说着，情绪有些激动，咳嗽了几声。炎炎夏夜，我顿感遍体生寒。侯爷年过40，要是还有子女，又怎么高攀镇国公的女儿？那年发生的一连串事，好像都在为迎接心腹扫平障碍。可惜我太愚钝，若不是云清月点醒，现在还想不到这一层。妹妹，你太实在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这府里不是那么简单，以后你要小心。云清月说完，就躺下闭上了眼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她一直不吃不喝，就如一根槁木，直直地躺到生命尽头。看在云家的面子上，她的丧事稍微隆重一些。她走了，侯府就剩我一个姨娘。我自请去佛堂，日日为侯府祈福。其实我在为自己祈福，祈祷我的结局好一点。又到年底，侯府上下正喜气洋洋迎接新春，却传来了噩耗：镇国公贪污受贿，卖爵誉官，目无尊上，被革职抄家。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无非是功高震主罢了。侯爷受到牵连，被削了爵位，连降2级。一夜间，侯府的荣光不在，昔日的宾客都躲得远远的。侯爷心中郁闷，沉迷酒色，还公然带回了几个美妾。卢梦舟从没受过这般委屈，大闹一场，要把几个美妾赶走。侯爷一改之前的温柔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晦气的东西，我早就忍够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娘家护不了你了，不老实就给我滚回去。你个负心汉，当初为了求我爹同意婚事，我3天没吃饭。现在你竟然为了几个贱人打我！卢梦舟捂着脸，惊讶地看着侯爷。哼，要不是你死皮赖脸，谁愿意娶你？早知这样，
我不如留着王氏。侯爷搂着美妾走了，留下卢梦舟无助地坐在地上，哭嚎连天。被侯爷咽气后，卢梦舟也来了佛堂。他跪在佛前，哭着问佛，为何命运如此不公？曾几何时，她是镇国公捧在手上的幼女，4个兄长哥哥是人中龙凤，对她宠爱有加。她看不上凡人，是要嫁给天下最俊美的男子，娘家就养她到28岁。4年前，她随父进京，一眼就看中了侯爷。侯爷早有妻儿，她本来还感到遗憾，却不料王氏突然死了。佛呀，我30年来都如此顺遂，为什么现在要折磨我？卢梦舟声嘶力竭。我躲在佛堂后院，心里冷笑。你可知你的顺遂是多少人的苦难换来的？风水轮流转，谁都逃不过。大年初2，江改南回了娘家一趟。他挽起了头发，穿着朴素的棉袍，看不出一点14岁的稚气。他的夫君卢玉光只比他大2-3岁，身量有些瘦弱，木讷而拘谨。卢玉光告诉侯爷，卢家要举家迁回咸阳，不过咸阳有祖宅和土地，可耕读传家。临走时，改南向我深施一礼。田姨娘，自此一别，不知能否再见。不用惦念我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向他挥挥手，目送他走出大门。卢玉光看起来是个老实孩子，希望能善待他。卢梦舟和侯爷提出了和离，又给娘家寄了信，求娘家带自己一起回去。卢家回了信，却在信中怒斥他不守妇道，一点不体谅娘家。为什么？他们以前明明那么疼我。卢梦舟抱着回信大哭。侯爷看着他，嘴角发出冷笑。他们连自己都顾不上了，还能顾上你？你就给我好好待在江家，念在夫妻情分，还有你一口饭吃。正月过完，卢家一行人就搬离了京城。卢梦舟知道自己彻底没依靠了，终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不出1-2个月，他就疯了。侯爷把他关到了启真阁。管家的事指望不上我，况且侯爷眼中我是灾星。于是侯爷纳了一房能写会算的良妾，接任内宅事务，照顾1双儿女。侯府光景大不如前，为了缩减开支，侯爷把我这个废人发卖了。我被押上了人贩子的马车，一个车夫赶车，一个戴面纱的人在车里看管我。马车一路颠簸，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叶浮萍，被水波推着往前走，无法左右自己的方向。等待我的命运是什么？另一个深宅大院的小妾，还是普通人家操劳的妻子，亦或是花街柳巷，也可能是更可怕的地方。我不敢想。马车出了城门，身边的人突然摘了面纱。田姨娘，还认识我吗？一个女声传来。我抬眼一看，吓了一跳。怀翠，怎么是你？4-5年过去，怀翠变得瘦削黝黑，一看就经常风吹日晒。田姨娘，多年不见，你在侯府一直不言不语，混得毫无起色吗？怀翠看着我，眼中好像有一丝嘲笑。我能有什么起色？只想活下去罢了。我苦笑。后世来的人，从没有你这么老实的。怀翠摇了摇头。什么？你知道我的来历？我大惊失色。我和你一样，也是后世来的。怀翠靠在马车上，依旧不紧不慢。怀翠告诉我，12年前，她穿越成了刚进侯府的丫鬟，被分到王氏房里。王氏是侯爷的表妹，2人青梅竹马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王氏的孩子不是夭折就是残疾。2人一直没有正常的孩子，侯爷就纳了第一个妾云清月。王氏表面上很宽厚，其实在厨房安插了心腹，在妾室的饭菜里下了不育的药，所以云清月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就在5子嗣。王氏为了绑住侯爷，把怀翠给侯爷做通房。当然，怀翠也被下了药，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。怀翠前世是个聪明人，不甘屈居人下，他百般讨好侯爷，获取了信任，成了王氏和侯爷之间的双面间谍。侯爷寻花问柳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他就打掩护。在我进侯府的前1年，王氏失去了生育能力，因此他停止了给妾室和通房下药，想抚养一个庶子。进府不久的柳思思就正好怀孕了，可偏偏这时镇国公进京，卢梦舟看上了侯爷。侯爷也想高攀镇国公，于是联合怀翠，
使出12鸟之计，既除掉了孩子，又解决了王氏，给心腹腾地方。看来云清月猜得不错。可是啊，我没想到侯爷如此绝情。怀翠叹了口气，我本想借这次立功，让侯爷器重我，谁知他卸磨杀驴，下令让管家打死我，扔到乱葬岗。那你是怎么逃脱的呢？我好奇道。呵，幸亏我有先见之明，人想活下去，就要多找几个靠山。他冷笑一声，所以是管家偷偷把你放了。没错，你终于聪明一回。管家早对我有意思，他给我一笔银钱，叫我另谋生路。我摸爬滚打几年，做了牙婆。怀翠轻描淡写地说着，我却暗自大惊。一个女子在这世道能绝处逢生，果然是个奇人。不过我还是有2件事不明白。我说道，你问吧。第一，你既然要陷害王氏，为什么要扯上我和云清月？害我还挨了一脚。我摸摸胸口，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痛。哎，这件事对不起你，不过也是侯爷的意思。他想顺便挑拨你云清月和柳思思的关系。啊，我不解。这很正常，你们几个妾室斗得你死我活，他才能安心娶心腹。还有，为什么柳思思怀孕了，我没怀孕？我倒不是想怀侯爷的孩子，只是怀疑自己身体有问题。怀翠却邪魅地笑了一下。田姨娘，你真是个老实人，现在还不知道是我给你下了不育的药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怀翠继续阴阳怪气道，做久了姨娘，连我也不记得了。我盯着她的眼睛，过了许久，终于想起她是谁。她是当年村里的孩子王，她死的时候才12岁，但是她恶毒的眼神我记忆犹新。哈哈，将来帝，你这个废物真有福气啊，穿越过来，还成了我主子，终于落我手里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要把你送到最下贱的地方，让你猪狗不如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妖巧？马车速度越来越快，我清晰地听到两旁的风声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从没伤害过谁，为什么死了还不放过我？我和你拼了！一瞬间，多年的愤怒、委屈、不甘，如压抑多年的岩浆汇在一起，骤然喷发。我虽然被绑着双手，但是可以用躯体向他撞过去。啊！他抓住了我的衣服，我俩一起飞出了马车。在空中，我看着他惊恐的面孔渐渐远去，模糊。咚！我的胸口感到重重一震，刺痛感直冲大脑。我怎么了？是摔在了路边吗？我努力睁开双眼，只见一片刺眼的白光。醒了，醒了！耳边传来兴奋的声音。几个穿着绿手术服的医护人员围一圈俯视着我。医生把我推出手术室，只有阿轩在等我。他双眼通红，看起来很久没好好休息了。来弟，你不要做傻事了。阿轩握着我的手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走廊里的电视正在播放古装宅斗剧，剧名叫《穿越成四姨娘，霸道侯爷强制宠》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哪有什么强制宠，只有喜新厌旧和随意欺压。出院后，我立刻辞去厂里的工作，和阿轩去了一个很远的城市。家人多次骚扰我，骂我白眼狼，威胁我不回去就来打死我。我置之不理，直接换号。曾经我谨小慎微，逆来顺受，以为能让自己好过点，最终被逼到无路可走。以后我不再是懦弱的田来地，我改了名字，叫田灿锦，前程璀璨，怀玉握紧。我和阿轩开始了新的人生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